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的辛酸，杨迪和王鹤棣的阴险，让你好星期六封神。自从你好星期六这档综艺开播以来，观众的评价就一直不是太好，很多观众都会拿这档节目去和改版前做对比。话说快乐家族一起合作了那么多年，那种默契和在观众心里的地位，那能是1年时间不到的好6团能相提并论的吗？从去年开始，所有的综艺节目都在围绕正能量和去娱乐化2方面进行着，以至于很多搞笑综艺都变得不搞笑了。火了20多年的综艺为什么能说停播就停播呢？不就是因为过度娱乐化了吗？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在你好星期六刚开播的时候，那几期真的是太正能量了。一会儿是民族音乐，一会儿又是各行各业的人间百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雄职业。总体而言，节目真的是把能够想到的正能量全都放到了节目中。说实话，一档综艺节目的时长是有限的，只有那短短的1个半小时。正能量的内容占了一半，剩下的娱乐部分就非常少了。不过，对于观众来说，在周末的黄金时间打开电视，想要看到的是能让自己放松的搞笑内容，这样的过度正能量显然有些不太能够戳中大家的心。正是因为如此，这档综艺改版之后的收视率和口碑一直都不怎么样。其实观众并不是不喜欢正能量，所有人的内心都是有家国情怀的，都是有民族大义的，都是会为那些正能量而感动的。可是话说回来，你好星期六的定位是一档搞笑综艺，如果不追求搞笑，只考虑正能量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的。随着节目一期期的播出，一次又一次的换模式和玩法，一波一波的换常驻嘉宾，现在的节目相比之前来说有趣多了。然而，一档综艺节目的首播是非常重要的。这档综艺开始的前面几期做的都没有那么深入人心，观众自然是不愿意等着他去调整的。对于现在的你好星期六来说，想要再次成为引领综艺界的扛把子，那真的还需要时间。一方面，目前的常驻嘉宾阵容，不管是人气还是幽默感上都很好。但是大家之间的配合还没有达到非常默契的程度。另一方面，这波常驻嘉宾到底会不会再换人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纵观各大爆款综艺，多少被毁在了换人身上，不管是换嘉宾还是换制作团队，对节目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只要这档节目能把嘉宾真正的稳定下来，让观众去熟悉和喜欢上这个阵容和搞笑节奏，成为爆款是迟早的事情。抛开这些因素，如果要是单纯从节目的内容上来说，我觉得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咱们就拿最新一期的节目来说，我觉得拿到所有的搞笑综艺中都是扛打的。程毅的辛酸，杨迪和王鹤棣的阴险，让这期你好星期六彻底封神。第一，程毅。为什么要说程毅很心酸呢？因为要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星期六之旅，确实是有些心酸的。试想一下，当你和别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根本走不进别人的世界，你做的所有事情在别人眼里都像是一个笑话，这样的历程能不心酸吗？当然，也正是因为程毅的心酸，这期节目才变得格外搞笑，简直是要让人喷饭了，这绝对可以称得上封神。在心有灵犀这个游戏中，蔡文静来描述程毅来猜，整个过程真的是太搞笑了。在游戏开始前，程毅拿起牌子后直接翻了过来，这个操作简直是太溜了。原本以为程毅只是开个小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没想到接下来的脑洞让人笑疯了。前面那么多组都玩完了，按理来说看都看会了，
程毅却在拿牌子的时候就没搞明白。游戏开始之后，程毅非常认真地玩游戏，但是却越努力越心酸。任凭蔡文静各种描述，程毅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整个人好像被封印了一样，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在各种猜测和提醒之下，程毅总算是猜出了蜜蜂2个字。紧接着，他看到蔡文静撅嘴之后，立马自己脑补出了蜜蜂扎到我嘴巴嘟嘟嘟和蜜蜂嘟嘟嘴这一系列话语，真的是要把人笑疯了。程毅的天然呆真的是快要把蔡文静逼疯了，无奈之下，蔡文静只能选择先描述奥特曼这个词是真简单，蔡文静一个动作程毅就能秒答。然而接下来蔡文静描述相亲这个词的时候，再次被程毅逼到崩溃。蔡文静非常卖力地描述了半天，结果程毅来了一句奥特曼的行为。为了能引导程毅说出正确答案，何炅给出提示说2个陌生人被家长安排到公园约会，家长安排的那个行为叫什么？话说答案已经脱口而出了，没想到程毅的回答是约会。程毅的脑回路真的是让所有人都笑抽了。为了能保证录制进度，谭健次忍不住站出来提示。谭健次比出一个两小无猜的手势，结果程毅说了个第一次见面就亲了。程毅的脑回路真的是要把人笑不活了。最后为了保证节目能继续下去，大家也只能和他公布答案了。在挑战斗牛机的游戏中，程毅更是把笑点推向了高潮。只是一个简单的绕棍子，程毅愣是搞不明白怎么绕，即便是有人在旁边指导，他都能把所有的正确姿势全部错开。绕棍子以失败而告终，何炅只能建议程毅试一下其他的项目。程毅胳膊长腿长，玩拔剑游戏很适合，很帅气的就拔了出来，没想到插剑的时候再次带来了笑点。别人都是把双臂尽量展开，没想到程毅够不到的时候是下腰。看着这个心酸的样子，何炅赶快去扶着，生怕他摔倒伤了自己。何炅一边扶着一边还在问这跟腰有什么关系呢？看完这期节目之后，相信所有人都被程毅逗笑了吧。程毅真的是那种天然呆，他根本不需要去刻意搞笑，当然他也不会搞笑。不过程毅这种笨蛋美人参加综艺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按照流程认真玩游戏就已经足够了，笑点绝对满满的。第二，杨迪和王鹤棣。在一个有泼水惩罚的游戏环节中，除了蔡文静和林峰2个人认真接受惩罚之外，其他人都放不下自己的偶像包袱。当我看到荣梓杉、谭健次、程毅、吴卓羲4位每次都把水泼到后面和侧面的时候，我真的尴尬了。更让人尴尬的是，他们不仅自己不认真接受惩罚，还笑话其他认真玩游戏的人，这样的操作真的是让人看得很不舒服。实话实说，这样的游戏如果要全员都是把水泼到脑后，不让自己淋一滴水的话，那就真的没什么看点了。眼看着这个游戏就要因为这几位有偶像包袱的人翻车了，杨迪和王鹤棣2人的默契就活了整个游戏。大家都知道，杨迪参加过非常多的综艺，而且不管是淋水惩罚还是其他惩罚，他都会欣然接受，只要能给观众带来快乐就可以，因为他是没有任何包袱的。我知道这次杨迪肯定会淋水，但没想到他为了让节目更有效果，选择了用水泼王鹤棣。与此同时，王鹤棣也很默契地选择了用水泼杨迪，整个游戏立马变得好玩了起来。对于杨迪和王鹤棣2人来说，对方是非常阴险的，居然偷袭自己。不过，正是因为2人这种玩游戏的阴险，这才保护了其他4位不淋水的人不被骂。要不是杨迪和王鹤棣的话，程毅、荣梓杉、谭健次、吴卓羲4位怕是都要被骂上热搜了。你好星期六怕是也要被骂上热搜了。其实杨迪和王鹤棣这种玩法沈腾经常玩，
而且每次只要这样玩起来之后，节目必定能够封神。这次也不例外。自从杨迪和王鹤棣两个人玩起了互坑之后，林峰和好兄弟吴卓羲也玩起来了。在综艺节目中，观众是非常喜欢这种互动的，快乐非常简单。当大家都放下偶像包袱之后，他们玩的也是非常开心的，观众看的也很开心，这不就是成功吗？一整期节目下来，我真心觉得这期可以封神了，绝对可以称之为开播以来最好的一期。程毅这种笨蛋美人真的是太适合参加综艺了，纵观他所有参加过的综艺，真的每次都是笑点制造机。当然，杨迪这种综艺咖也是功不可没的，只要有他的综艺绝对不会拉垮。恕我直言，要是你好星期六能请程毅和杨迪常驻，我相信节目成为爆款真的是指日可待的。